接着制作装饰，分为前额装饰、鱼鳞亮片及鱼尾流苏和透明贴片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制作方法。先制作前额装饰，按照鱼尾缝合一样曲线，穿入细针，穿出眼睛之间这个鱼鳞前方这一圈居中位置，穿出花托里面，穿过一颗小珍珠，再穿出花托外面，穿到织物里面，调整一下，在里面打结藏线，然后取出3颗马眼钻，均匀粘贴在花托前方，呈扇形分布。大家将其粘贴完成，这样前额装饰就讲解完了。接着缝合鱼鳞亮片，同之前一样曲线，在鱼鳞反面固定线。确认牢固后，穿出鱼鳞中间底部，穿过亮片，这里不同配色亮片颜色不同，大家注意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小样颜色随机，原路穿回固定一下。然后在反面过渡到下一个鱼鳞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固定一个亮片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所有鱼鳞都固定亮片。一圈固定好后，可以经过主体渡线到下一圈，完成后打结藏线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鱼鳞亮片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制作鱼尾流苏和透明贴片，这里透明贴片直接粘贴在鱼尾正面，位置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根据喜好确定，按压牢固即可。下面我演示一下鱼尾流苏的制作，将除金线外的3种颜色分别剪取25厘米左右，小样这里用线随机，将其中一根穿入缝针，从鱼尾中间穿入主体起针处，另一侧对称穿出，
其余2根按照同样的方法穿线。可以稍微间隔一点。让流苏分布均匀一些，然后将一根线头放入穿珠针，穿入4颗小珍珠，1颗透明玛瑙珠，1颗小珍珠，线尾打结，稍微修剪一下，注意结一定不要过小。再将一根线头穿针，穿入1颗透明玛瑙珠，1颗彩色玻璃珠，不同款式颜色不同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打结，如果结太小，可以多打几个。其余4根线头按照这2种穿法穿住，每种穿法一共3根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鱼尾流苏和透明贴片就讲解完了，装饰也讲解完毕。最后学习束口部分，分为抽绳、珠子和束口装饰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购置方法。先制作抽绳和珠子部分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布置锁针，钩大约66厘米，具体长度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。长度合适后暂停钩织，开始的线头穿入缝针，找到主体最后一圈，眼睛中间靠左的这个洞眼穿入，在洞眼中交替穿线。整理一下，在开始锁针上挑2根线引拔，
然后拉大线圈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。穿入缝针，在锁针反面的里衫上藏线。剪断多余线头，结尾用胶水固定一下。另一个线头在另一侧同样藏好即可，这样抽绳就完成了。将接缝位置挪到主体洞眼处即可。接着取出这样的大珠子，将抽绳从珠子里勾出，调整一下，这样珠子就穿好了。下面学习束口装饰，不同款式束口装饰不同。先学习中红款的元宝装饰，钩织其他款式的可以跳过这一部分。先环形起针钩织元宝织片，然后缝合穿上抽绳，最后加上花朵贴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 DV 中长针加针 ，FW 长针一针放3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环形起针，接着钩第一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在线圈里钩对数样的长针，完成后收一下线圈。最后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。第一圈完成，接着钩第2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下方起立针上再钩2针长针，下一针目钩中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针目钩2针中长针。中长针加针完成，继续对应钩一针中长针加针，3针短针，2针中长针加针，一针长针一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针长针。长针一针放3针完成，第2行就钩好了。
最后钩第3行，先钩2针锁针，翻面，在下方第1个针目上钩1针中长针，接着对照图纸钩织对应的针法。最后1针中长针钩在起立针上。完成后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。我们将最后1行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正面，线头在反面收好。另一个元宝织片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元宝织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组装元宝，先将线头穿入缝针，2个织片正面朝外，边缘对应，先将后2行侧边缝合起来。然后在针目位置穿入前后对应的针目递缝，注意缝合10针左右即可。完成后跳过4针继续缝合，可以从针目中渡线到对应位置。侧边继续缝合，最后藏好线头即可。接着将抽绳从元宝底部勾出，然后在一面右下角粘贴3个花朵贴片，中间一个靠下并在最上方。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粘贴，这样元宝装饰就完成了。正红款的束口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专程款的橘子装饰，钩织其他款的可以跳过这一部分。先环形起针，逆时针绕圈钩织橘子织片，然后缝合穿入抽绳，最后加上布织布。请看魏演示具体的制作方法。橘子织片的钩织方法与主体前2线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一个织片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，在反面藏好，一个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接着缝合织片，线头穿入缝针，织片正面朝外，
起立针位置对应。挑针目定缝10针，起立针也算1针。然后跳过4针继续缝合，这里可以从针目中凸线。结尾预留4针不缝，打结藏线。接着将抽绳从起立针这一侧动眼位置勾出，下面取出不织布和纸样，沿着线条内侧裁剪出纸样，在不织布上画出花朵和叶子。然后沿着画线痕迹内侧裁剪出不织布，接着取出金线，一根线穿入细针，在花朵中心绣6根放射性线段，形成花蕊。完成后，预留点线头剪断多余金线，用胶水固定。然后将叶子粘贴在橘子上方开口前面。
花朵粘贴在左侧，线头均藏在里面，盖住起立针位置。这样橘子装饰就完成了，专程款的束口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浅粉款的莲花装饰，分为花朵和花托，分别钩织，然后组装起来。先钩织花朵，采用锁针切针方法，沿着起针往返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长针2针的造型针，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对应的针数，然后钩第1行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挑半针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，第1行就钩好了。接着钩第2行，先钩3针锁针，翻面，在第2个针目上钩1针长长针2针的造型针，先钩2针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长针2针的造型针就钩好了，后面简称造型针。接着钩1针锁针，1针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1针锁针，然后在下方这针锁针上挑半针钩1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，后面简称狗牙拉针。在下方左侧针部上再钩1针造型针，先钩2针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造型针完成。3针锁针，下一针目引拔，我们将以钩这针法当做一个花瓣，继续再钩一个花瓣，先钩3针锁针，1针造型针，1针锁针，1针狗牙拉针，先钩1针锁针，然后穿入下方锁针的半针引拔，狗牙拉针完成。继续在下一针目钩1针造型针，3针锁针，下一针引拔，第2个花瓣完成。后面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行。最后一个花瓣完成后，预留30厘米线头断线。
我们将第2行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花朵就钩好了。下面学习花托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7、8针，完成后将锁针对折，锁针正面对着自己，在第1针锁针外侧半针上引拔，拉紧，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1圈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，在引拔入针位置钩1针短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，往下调锁针上方的半针，对应钩7针短针，最后在开始短针针目上引拔结束。第1圈完成，我们将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正面翻到外侧。第2圈对应钩短针加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第3圈，先钩1针锁针，引拔入针位置钩1针中长针，1针锁针，1针高压拉针，1针锁针，左侧针目引拔。我们将以钩着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一组，先钩1针锁针，在下方左侧针目上钩1针中长针，1针锁针，1针高压拉针，1针锁针，左侧针目引拔。第2组完成，后面按照第2组的钩法钩完这一圈。最后预留30厘米线头断线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花托就完成了。最后进行组装，先将抽绳勾出花托反面，然后取出花朵，短线头位置贴在抽绳上，反面朝外，包裹抽绳缠绕花朵。注意松紧适宜。这里可以根据喜好调整花朵的造型，花瓣尽量交错开来。
底部尽量整理整齐。然后用预留的长线头缝合底部起针处。注意不要缝到抽绳上。尽量不要有遗漏的层数。可以试一下，花朵可以上下移动。最后打结，藏好线头。接着将花托的线头穿上缝针，将反面与花朵底部缝合固定。同样不要缝到抽手上。完成后，将线头藏好即可。这样莲花就完成了。前粉款的束口部分也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个缎带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购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素素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